如果你日本真的在出现进一步的行动，比如说他真的又去靖国神社，这个时候北京就可以把升高局势的责任转嫁给东京，这个时候他对于华府那边也就比较能够讲得过去。而且当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北京的做法会是我适度的升高军事紧张关系，但是呢，如果这个责任可以相当程度转嫁给东京的话，他可能最后会诱使美方出面要求，因为美方可能为了避免卷入跟中国的军事冲突，万一擦枪走火，美国会被迫卷入。那美国为了避免，他可能会要求东京你必须做出让步。中日之间啊，最近两国这个风波跟争议啊，那么美国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采取闭上关的一个态度哈，目前还没有及时的看到说有什么样一些介入或者是出手。但是呢，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日本安全政策专家一位叫做霍农，他就认为说呢，其实日方并不会出于保护台湾的理由而投入台海武装冲突。确实啊，每个国家都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家跟安全、经济的利益受到影响才会有所动作。那么霍农也直言说，日本并不负有防卫台湾的责任，因此所谓对于日本构成生存威胁的情形，主要呢还是牵涉到美方跟美方之间的集体防御。而美国的军事报这个星条旗呢，则是指出，日本计划新建大约有130座的弹药库，大部分都位在日本的西南诸岛，主要是用来储存射程长达数千公里的远程飞弹。日经亚洲更进一步指出，等到未来加紧训练完成之后呢，日本航空自卫队还会把他们最新锐的 F-35隐身战机的这个机群呢，派到西南诸岛去执行制空跟拦截的任务。那么在西南诸岛目前规划而且已经在进行的各项军事作战计划，如果我们从兵推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于解放军实质上会产生的嚇阻效果，要如何来评估？我先请教黄老师。其实从这个安保3文件推出以后，还有刚刚接种也提了，就是日本一方面也受到美国的要求啦，就是要提升，所以日本增加国防支出是早在这个贸易战之前了。所以我觉得就推演来讲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些东西，真正要做好大概21大已经开完了。换一句话说，现在口说的要建构的所有的能量，包括西南诸岛，其实不用讲未来要建设，光现在的飞弹部署，基本上已经可以阻绝中国的人民海军的舰队从宫古那附近，就台湾北方要出去。所以你看这个解放军的军演基本上都在巴士海峡。事实上，宫古比较少，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美日安保同盟的那种铜墙铁壁，在西南诸岛基本上已经连起来。如果真的是事态严重的话，有可能会使用武力的话，我看出岛链的几率就不高了。除非你先出去，问题是先出去不一定回得来。所以我相信中国人民海军，包括中共中央军委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么，所以像刚刚说在加强防务，你现在再把中日关系搞成这个样子的话，它加强防务的动力会更强。所以中国大陆自己也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反作用它倒逼日本加强防务。所以目前看来，虽然从媒体的观点我看到最近这几天的一些分析都是说这个事态有逐渐升高，但是呢，相对来说的话，政府包括双方的政府都希望把这个事情慢慢的降下来温度，是这样子吗？接中老师，您觉得？我觉得当然你也特别提到我觉得日本当然开始采取一些行动，包括高市首相21号在官邸接受访问，可能是就把原本7号的拟打稿重新拿出来念一遍。这个方面，我觉得就代表日本确实可能感觉到事态有点严重，所以他必须要开始做些转换。但是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他现在就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新的声明、新的论述，让他可以交代得过去。而且我现在中国大陆虽然在武力的升级上，采取的比较是感觉上比较克制，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拉长，会有几个时间点也有点麻烦。第一个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因为特别是这几天，中国大陆又有人挖出来说，高市首相在很早以前曾经针对南京大屠杀的，比如说遇害民众的数量提出一些这些质疑。那在这个时间点上，
变成是说，到了这天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北京方面是不是必须要做一些动作？而且接下来大家会看到是高市会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现在安倍是2013年12月26号突然之间跑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高市还去参拜靖国神社，那我觉得北京可能会被迫要采取比较大的动作。李总老师，那我请教，如果这个情势最后突然就急转直上，突然升高的话，小规模的区域冲突有可能会发生吗？我觉得还不会，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针对性的大规模的一个演习。我觉得北京现在在看的就是说，他不想要这么快的先推出一个针对性的演习。主要的因素也是还是考虑到华府的态度，特别是我们知道现在北京跟华府之间在谈明年4月的国事访问，对，那你如果太早把这个局势弄得非常的紧张，甚至于导致可能中共跟日本军事冲突或发生军事意外，那基于美日安保，美国必须卷入，所以我觉得中国到现在的做法是，我先不去动这种计划那种非针对性的。计划性的大规模军演，然后这个方面就是，如果你日本真的在出现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是说刺激北京的时候，比如说他真的又去这个靖国神社的话，那这个时候北京就可以把我升高局势的责任转嫁给东京，那这个时候他对于华府那边也就比较能够讲得过去，而且当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北京的做法会是，我适度的升高军事紧张关系，但是呢，如果这个责任可以相当程度转嫁给东京的话，对，他可能最后会诱使美方出面要求，因为美方可能为了避免卷入跟中国的军事冲突，反而美国会出面要求日本必须赶快让步。像2014年那个钓鱼台国有化的争议之所以后来能落幕，最主要就是安倍跟奥巴马应该是在荷兰曾经举行过一个密谈，那个密谈只有他们2个人加上翻译。然后在这个密谈结束之后，日本就马上派这个特使到北京去谈如何收尾。对，所以在当时的状况就是，奥巴马政府担心，如果双方在东海的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万一擦枪走火，美国会被迫卷入。那美国为了避免及早从危机中脱身，他可能会反过来要求东京，你必须做出让步。是，特别是第一个，你在讲这个话之前，可能没有先跟华府讲；第二个，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时间点上又去靖国神社，那我觉得华府也会认为东京方面可能必须要拿出更多的行动来让局势降温。对，所以现在有一个看法是说，美方就让这个子弹先飞一会儿让这个事情看看接下来怎么样，然后高市接下来的做法会是什么。那有一张高市的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很特别这个高市去见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时候，媒体就拍下一张照片，然后说首相的鞠躬，向这个小池百合子鞠躬说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高市他是一个他可以把态度放到很软的，但是呢，当他硬起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非常的硬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明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变化？我先说一下，我认为中共处理这件事情的动机，我非常同意刚刚2位的看法，不过我想补充2点。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无关。11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副总统肖美琴到欧洲去做了演讲，然后接着蔡英文去做了演讲。中共认为说，怎么你们跟欧洲关系突破了？这点我必须要警惕，因为这个从赖总统上台，我们有这么多国家来贺的时候呢，他们也开始警觉，觉得说对台湾的外交包围呢，好像千里之堤呢溃于蚁穴那种感觉。他觉得很担心。现在我们到欧洲去演讲了，这个对人来说是一个警讯，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大陆刚刚不是讲说内部有很多问题吗？所以内部问题呢，一方面是压力，二方面它要转移的，它转移的内部问题的。我知道我经济很差，我知道我失业很严重，我知道我整了这个很多文武官员，包括最近整了9名上将等等，大家心里是不满的，所以我必须要转移注意力。怎么转移注意力呢？最好就是打日本或打台湾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来的恰是时候。所以后来有一次人家问我说，其实某种意义来说呢，这个问题呢，习近平是高市的言论的受益者，因为他可以转移话题。我不是说他这个人可以完全转过去，但至少可以大家把这段时间的不满呢转到对外的问题上呢，这样可以轻很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刚讲说，他其实也想测试川普的决心。你刚刚不是说，美国方面要让子弹飞，然后刚才这个黄老师说，美国也蛮聪明的，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太早卷进去啊，我也很麻烦。现在我看事态的发展，我也先不表态。你们都知道，我才跟高士见过面，然后呢，我们在上面用英文讲话讲了很久，高士的英文也不错，我们也都知道，讲了很久，讲了什么我不告诉你，但是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我们有点秘密协定。但这个秘密协定，我川普会担心说，你高士是不是把我们的秘密协定走得远了一点点？所以我看一下，过分解读了一点，对你过分解读了，我知道了，我讲说你要的我什么都给你，你真的都会给吗？不会的啦，这叫空白支票，这东西是不能给的啦。他只是这样讲，当然，所以我刚刚讲说，中共方面想干什么？我想测试一下川普，你到底想帮他帮到什么地步？好。那对中国来说，还有第3点担心，就是我怕骨牌效应。如果这事情我不狠狠干一下的话，大家都来的话，那我受不了的，这个不行的。所以你说展望呢？我想刚才我很同意接种兄这种看法哈。对东京来说呢，他的目标是有限的，他不想把事情闹大，他希望说慢慢把事态平息下来。对中国人来说呢，我再看一看，因为我刚才这些考虑的都在的话呢。我得把这些考虑都纳进来，然后我慢慢排一排。现在最重要就是第一呢，不要内部那些反弹情绪太强，我要这个内部要对日本要有反弹，但这种反弹是在我党可控的情况下的反弹，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监督生讲得很好，明年我们要跟川普见面了，可别把这件事情搞砸了。川普也想跟我见面，我也想跟他见面，所以咱们不要把这事搞砸。玩到一定程度，说不定我可以拿这件事情当做一个筹码，这样去玩川普的，对不对？所以简单说就是，这张牌呢，我留在手里面慢慢玩，我不要一下把它打掉。那个当然，像有人说，北京现在在绕着弯的喊话，叫高士呢道歉跟辞职，他们觉得辞职很严重，其实在民主国家看来，辞职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你觉得这介正兄比我清楚。你觉得美国有多少人希望这个川普辞职下台？你觉得40%以上，对不对？那美国辞职就辞职嘛，没什么了不起。但对中共来说很了不起。那反过来说，中国大陆只要有一个人要求习近平辞职，你觉得这个人会怎么样？是不是？所以中国把他自己的事情投射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未来发展中共压日本，它会刚刚不是讲到这个反作用吗？他现在正在想要控制这个反作用，也就是你这样压的话，大家会同情日本，然后也会同情台湾，然后台湾当然同情日本，但日本对台湾这几年的感觉感同身受。你们是这样过来的，把刚才接种话整理起来现在中共对日本做这事情，对台湾都做过，禁水产啦，禁旅游啦，禁这禁那都做过，只有一样没做。我派飞机、船舰包围你，然后对你包围打飞弹，这事我还没做。对就这个事没做，这事当然不一定会做，因为这一做的话，等于我提前引爆美日安保，我没有必要做这事儿，所以暂时不会。明老师刚刚讲了2个重点一个就是说接下来这个风波呢要如何来观察，可能要看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互动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很有趣的讲到说。高士是不是把川普的话真的把它当成话了我跟你关系很好，但是关系真的有好到那种地步吗？中日之间的争议这个中日两国关系，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一番言论，他当时针对台湾有事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而这个风波跟争议，大家原本以为很快就会平息下来，但并不是，越演越烈现在中方从观光、水产品，接下来呢还传出要使用稀土等工具因为中方强调他们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还有很多。那外界也都在看接下来这个争议会如何的收场。还有，因为言论呢牵涉到了台海、台湾，美国会有角色吗？日方他们派出了代表，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去呢，不欢而散。双方似乎看起来都没有任何妥协或让步的空间，而中方呢，现在要求高市早苗要收回当初在国会接受备询的时候呢所说的那一番言论但是日方的态度很明显的就是一句话办不到。那分析也认为说，双方其实都有在高层，特别是执政权力上的一些顾虑所以想先请教明老师您觉得高市早苗他的发言，因为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其实不妥，但是也有人认为实在是在外交上太不妥当了，因为把原本的战略模糊变成了一种战略清晰，怎么看？我倒不觉得他要把它变成战略清晰，因为他是被问得非常精准。那你作为一个首相被问的这样，
他是被前任的那个国防大臣嘛，问到这个问题。那你说问到说有什么假设情况，那你能说不回答吗？如果说作为一个首相，你答得模模糊的话，你这首相不太容易做吧？所以你必须答得很准确。他的回答其实你仔细看到，因为那个我后来查了一下，那个冈田的那个问话呢，大部分文字稿没有出来，但是全世界都在关注高适的这个回答，所以高适的文字稿呢比较清楚。他反复讲说，要根据实际情况，然后综合这个当时发生的状况，再综合各种情报，再做判断是否达到这个标准。对啊，他反复讲的话。然后我觉得就是唯一，如果说大家可以争议的话，他讲了3个如果，啊，如果中共派战舰出来封锁，他没有说封锁台湾了，他说封锁，然后美军介入企图突破封锁，这第2个就如果，第3个如果就是如果美军介入之后，中共对这个美军呢使用武力的话，那么我们日本要预做准备，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如果根据这个话来讲的话，你说出格嘛？当然，大家觉得出格就是他把大家过去都知道的事情摊开来讲了，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但是可以这样说哈，但是你说他真的有出格吗？他说没有出格，为什么？他符合我们一贯的政策。为什么一贯政策呢？日本对这个，我想对介正兄非常清楚了。这个他们对这个一般来说呢，他有没有形成统一见解？如果形成统一见解的话，那就格林要这样讲话，然后再往下呢，有可能要立法或者一步往下走。他说没有形成统一见解，那只是我国一贯立场。我们的推断哈，如果讲说是我们日本的内阁或日本政府一贯立场的话，那表示过去我们谈过这件事情，那只是不公开而已。那现在被问到了，然后问的人也是懂行的人，所以他这个就很难回避。所以对他来说呢，其实你仔细看，因为他后来也说，他说我就是好像不应该说那么多。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这么回事，他也不是说我一定是这么走。他说了一次，大家把上下文看清楚，只是一种情况。而且高适之后，他也特别提到，他说未来不会再针对这种假设性的提问来做回应了，对吗？因为一般有的时候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了。这介正兄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况很尴尬，你就说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不回答。或这种事情呢，我想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像这样最后，他大概那时候真是嘴快了一点点了，所以我把它讲出来了。明老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高适把他心里面想讲的话讲出来了哈。不过因为身为一个首相，黄老师啊，这在外交上面会引发争议。我们也看到，确实在后来一连串的这个外交风波，到现在看起来是越演越烈。质询稿应该是先拿到的，所以他应该知道，就是他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才是，不是吗？首相府会收到很多这个拟答题啊，因为日本是一个官僚为主的一个社会，包括领袖峰会啊，那个外务省的负责的司长啊，或者他们叫局长，都会坐在首相旁边，然后看着首相念他们事前拟好的答案，是题目先拟好，对，事前跟对方都沟通好，所以至少日本的首相是照着稿子去回答。那么我觉得从日本内政有一个角度，过去啊相当长一段时间，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啊是跟公民党，公民党是一直以和为主的，然后反对这个扩军，反对增加国防预算，所以过去的那个结合跟现在是不一样。现在的这个维新会啊，比相当于这个自民党里面偏右的，那所以他的内阁组成跟政治氛围，就内阁的氛围跟过去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刚明老师讲的，就是他太认真的去针对实质的问题实问实答。那虽然有加了保护，就是说假设是这样，假设是这样，有可能会是怎样。可是这个有点像那个回答那个论文口试了，回答老师了，不像是政治人物。虽然高适不是初出江湖啊，但是他在这个方面很可能还有其他内政的考量，因为他可能鼻子闻到了，就是说今天他的所谓弱势或不稳定内阁，如果能够起手式很强的话，那么会对中比较硬的话。
那再加上他刚刚才跟美国川普总统有这么所谓引号融洽的会谈，所以可能他这个高兴了一点。而且从事后的民意调查，支持度看起来是有升高的哈。那我简单就问一句啊，您觉得高市当时在国会的那个问答、这个询答一答，他是真性情使然呢，还是技术性的？就是您讲实问实答。我觉得他思考过，他不是初入江湖啊，他老江湖了。好，老江湖了，思考过了哈。明老师，我这边回到您啊，因为在这一次的争执当中啊，大家也注意到的是，中方多次提到说要求日方要遵守中日双方的4个文件档案啊，大家就开始找了，是哪4个档案呢？哪4个文件呢？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意涵呢？我特别找了这个表啊，让您待会大家一边说明的时候，可以一边来看一下，就中日的4个文件。啊，包括了这个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哈，主要就几个呢，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另外呢就是和平友好条约，还有就是伙伴关系哈，就友好伙伴关系，另外就是这个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来，请。那第一个呢，这个我想这次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哈。第一个就是日本承认中共，就那个就是我们叫做Tanaka Shock。田中正汉，然后田中正当是里面比较关键一句话就是日方充分理解并尊重中方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那至于什么呢？没有说得很清楚。就像我们讲说，美国讲的是 recognize 呢还是 acknowledge， 差不多这个味道，这第一个。但他至少确立了说，中日双方的这个关系，这第一点。那等于就是怎么说呢？关系正常化吧，这么说比较准确。那第78年的那个呢，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面还有一个条款呢，比较重要，叫反霸主义。反什么呢？1978年反霸反的是苏联，反的是苏联，因为美国当时也是以反苏为主，所以拉拢日本。然后这个条约呢，一方面有这个反霸条款，二方面巩固了刚刚前面讲72年的政治承诺，等于强化了72年的东西，进一步强化，对，进一步强化。是第三次，1998年，就是20多年之后。重申和平跟友好，强调各方面的合作。日本呢，重申在台湾问题上面坚持一中的立场。是好，那这个话就比较关键了。所以中方呢，后面就屡把这句话拿出来，或把这4个文件拿出来。啊，这第3个，第4个是08年，就是奥运的那一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个战略互惠关系呢，因为当时08年呢，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经济非常好了，08年办奥运嘛，对不对？所以那个经济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说那这个不得了，所以很多人要靠过去，所以这个战略互惠关系呢面非常广，政治、经济、安全、文化、能源各方面呢都在里头。那中方这次提出来呢，简单说，因为很简单，他非常厉害，所以我常常讲说，跟中共这些谈判呢。基辛格在过去回忆录里面写了很多，然后谈论了说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因为他们抓什么东西很厉害。中共跟人家谈这些任何谈判谈什么，第一件事情我先把大框架框好，大框架框好之后呢，在这框架之后，其他事情是推演出来的，而不是说我跟你随便一项谈，不是这样。我先把框架框好之后呢，东西都在这框架里面，一解释不合框架那不行，这个不行，这不行，这不行，所以他把框架想得非常清楚。所以基辛格在谈了好几次之后呢，摸到这一点，然后后来觉得说这个很重要，对，就跟国务院里面讲说，咱们这样谈一定要好好这样谈。好，那现在这个中共这手拿出来了，他现在拿出来谈的问题呢，不是领土争议，而是你违约，你违背你过去当拿这个框架去跟对，你答应我这4件事情，这4个党就像说他讲美国就是3公报嘛，美国怎么回答3公报，然后这个台湾关系法嘛。现在加个6项保证嘛，对，所以也就是双方的解释不一样。好，那第一，这个他是中共是这样想的；第二呢，他把这4个东西呢，来评量什么呢？牵涉到这个中国的牵涉到大陆的，牵涉到台湾的，你的各种言行呢，有没有超出这个框架？对，有没有超出框架？有关台海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超出框架？有关安全问题，你有没有超出框架？有关这个冲绳啊，或钓鱼台了什么的，有没有超出框架？更重要一点就是你跟美国联合作战的这些动作或什么等等，有没有超出框架？好，这是第2大块。第3呢，当然就涉台问题了，那不能讲了，就他们觉得非常敏感。对日本来说呢，因为台湾的确在安全跟经济各方面都非常重要，所以日本也不敢随便轻忽。那么这点呢，变成双方非常敏感。但问题是，
那个分寸很难拿捏，因为你随便双方一动呢，都可能踩到对方的红线。这个题目，而且认定上可能也会有对，就是这样的嘛。对啊，所以也就是说，哦，那比如说，那你跟台湾的某些官方人物来往了，叫不叫官方来往？他是不是有官方身份，还是已经下台，还是怎么的？这第3块。第4块呢，就是关于冲绳了，或关就是这个或钓鱼台的事情呢。那你不管怎么说呢，你有没有踩到红线？也就是这东西一旦我再说一遍哈，一旦的框架定下来之后呢，它就可以振振有词的指着去讲。所以我们过去跟大陆谈的时候，谈这东西呢，我记得那时候陈昌文也讲过，就是框架的问题或这种大原则问题呢，非常的关键。对，所以其实框架的部分的话，因为当被框住在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解释的部分就看如何去认定哈。接着老师我请教，因为我们回到这个争议的第一现场，就是高市早苗他在国会询答，那答辩当中他就回应说，因为他被问到说，如果中国大陆以武力或封锁的方式破坏台海和平啊，而且这个事态啊，就是这个情况严重到威胁到国家的存续，那日本呢就可以依法进入2015的安保法制所规范的存立危机事态啊。这个警戒状态，刚刚我们也特别在闲聊的时候讲到说，已经升级到等于是第2级的这个警戒状态，但是外界会很好奇是为什么会危及到日本的存亡？我觉得这边就是日本前一阵子开始去扩大这个所谓的危机存亡事态啦，或者是开始扩大对亚洲一些安全事务的参与，这个背后其实是有美国的支持。那我觉得当初美国一定是觉得是说，他如果以后要在西太平洋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他希望日本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协助。对。然后到了拜登政府时期，因为随着美军可能觉得他在西太平洋相对共军没有足够的优势，然后共军的在第一岛链附近的那个精准打击能力不断的提升，所以使得美国政府其实就开始希望日本甚至包括韩国能够采取更具体的行动。所以在拜登政府时期，我相信就是美国有找上日本。针对这个所谓的危机存亡事态啊、集体安全等等，有开始去谈在什么场景之下，你美日要如何联合行动？对，就已经开始在谈到这些具体的计划。其实连韩国尹锡悦政府的时候，其实美方都要求谈过，只是韩国那边的进度没有像日本这么快，所以现在这些活动。包括这个日本开始去扩大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参与，其实是得到华府的支持。OK， 那我觉得在这次他的谈话里面，因为后面，比如说朝日新闻曾经提到说，当时高市是凌晨3点就开始在准备，而且他修改各部会的稿件，坚持要用自己的话作答。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因为像21号高市在官邸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的回答其实就蛮像是这个就是行政部门准备的答案，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哪些情况属于适用范围，依据实际发生的个别具体情况，然后综合所有资讯才做判断。这个应该是原本日本行政单位原版帮他准备好要来回复这个询答，对，但是可能就是被他改掉。那他至于为什么这么改，一方面可能就是我觉得对情势多多少少有点误判。所以就是他可能还是把提升自己的政治声望，甚至于认为说这样子会不会让华府觉得比较宽心？就有点像是我们常常在提到的是脱稿演出，然后呢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番话就讲了出来。原本那个幕僚帮他准备好的稿子没有准备，没有讲，但是呢，把他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但是也引发了轩然大波。后续要如何处理？日本最大的事情啊，就是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经过了2轮非常激烈的竞争，在第1轮的时候看到了包括高市早苗，还有呢这个小泉进次郎以及呢林芳正3个人，最后呢是2个这个稍微高票的进到了第2轮。在第2轮呢，最后的结果出来了，就是高市早苗击败了小泉进次郎，他当选了日本自民党的总裁，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的党主席啊。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早苗哈，他其实在政界的资历非常深厚。那等一下特别请教蔡老师啊，因为您了解日本的政坛。那么高市早苗当选过10次的众议员哈，这个10连霸不容易啊。学历呢，他其实是学商的哈，主修经营数学。那曾经担任过美国联邦国会研究员啊，在这个金融跟商业领域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曾经当过总务大臣
好，那它的座右铭是什么呢？高远的志向，宽广的眼界，深厚的心灵。他尊敬的包括有松下幸之助，还有呢就是英国的前首相柴契尔夫人，也是一位女首相。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看高市早苗，真的渴望或是有望成为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这次不管在第1轮跟第2轮其实都竞争得非常的激烈她胜出的原因，老师怎么看？保守这2个字，保守。保守。我们从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在7月20日的时候，就讨论过，她会变成第一个女首相。这是我们7月20号的讨论，就预测，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节目是把高市早苗摆第1个，小泉摆第2个，所以我们节目的话预测在7月20号是对的。那您之前也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会赢得这一次的？应该是会，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分析过了。在这一次的参议院选举里面，为什么那个自民党会输得这么惨？因为他们从右边跑到左边，石破茂的话他是比较偏左边，所以他们要先摆回到右边，也就是像参政党这一方面的。而且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他是走安倍派，虽然他不是属于安倍派，可是是安倍派支持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后面有一堆的安倍派。但是高市早苗在这个竞选过程里面，他会有一个担心点的，人家会认为他太右边，这个就是他去年掉下来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你太右边，我们会讲到极右，所以他在选到差不多后半段的时候，他会讲我不是稳健保守。那这稳健保守的话，我们就从今天的开票的一个结果来看，就会很清楚。就是第1轮里面会选出高市早苗跟小泉这2个人。本来林芳正可能会追上了，但是基本上他还是没有。日本的选举方式是第1轮如果没有过半，就必须进入到第2轮选最高票的那一个。那第2轮就会看到我们47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所谓的都道府县，他还是得到最多的。所以高市早苗在应该说自民党里面，他还是受到支持。那为什么受到支持率？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字。保守，那保守的话不能够过度的一个保守。那为什么会小泉又掉下去？他就比较还是比较偏年轻一点。第1轮我记得是小泉对这个赢了嘛？第1轮的话，但是都没有过半数，所以呢，他们这2个人就进到第2轮，就是进入到第2轮。所以保守的话是高市早苗，他一定很赢的一个人，而且我们会看到他是对外国人的政策。我们看到他在选举的时候，他会讲到因为他老家是在奈良，奈良的话有那个鹿的话是省的使者，他就会说，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奈良，我来踢我们的鹿啦，我们不高兴啦，然后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这边买土地啦、炒房啦，这个所以外国人的政策他也是讲的非常的一个白。所以老师刚刚特别提到说高市胜出是保守，所以相对比较起来的话，小林是偏经济，他的那个光谱上面是比较偏激进一点。是这样他也就是会怕人家会担心的，这个高市早苗是过度的那个右边的，所以他选到后半的时候，他希望把它拉回来的话，让国会议员能够说，你不是太右边，让我们一个过度的紧张，就像去年一样，我们过度紧张，所以他很胜利的一个。老师，那我继续请教，就是说，如果高市早苗他想要进一步的坐上首相的大位的话，他在对内特别刚刚提到，其实日本的政党，你必须要联合其他的政党，你才有办法去当首相嘛。其实跟石破茂的处境是类似的你觉得他的挑战在哪里？预计的话，在差不多14号或是15号的话，他们会开临时国会了，现在还没有敲出来。那临时国会的话，他们会举行一个东西叫做首相指名选举，不是首相选举所以我们听起来会很快，因为是国会指名他。选完之后，大概差不多傍晚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皇居见天皇，所以天皇会对他任命，他一定会讲：我任命你为首相，你才能够变为首相。对，所以一定是天皇任命的。但是在这次里面，虽然说他们是少数的在野党，执政党，少数执政党的话，他们还是一样，就是国会要过半，选第1轮的时候要过半。但是现阶段的话，我们看到执政党就是自民党加国民党一定会写。高市早苗，那是14到15号的话，其他在野党会写自己的一个名字，那就会选到第2轮。第2轮的话，因为就会变成所谓的多数，那他执政之后，所以他应该是差不多大致就确定是首相。他
毕竟是少数嘛，少数有一些政治人还是要找在野党去合作，所以他们现在所有人5个人在竞选里面都一直强调，我们会跟在野党联合执政。所以现在执政的话，挑出来大概就是那个维新党或是国民民主党，可是到底是就看怎么样合纵连横了。对，其实高市早苗现在胜选当然开心，不过开心大概只有1天哈，因为接下来。其实当日本首相压力不小哈，因为你对外还得处理包括像日美的关税这个经贸的谈判，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到了高市早苗他的对外挑战啊，因为他是刚刚提到右派典型的政治人物啊，所以像是参拜靖国神社啦，还有像是美日安保哈，他的立场都非常的硬哈。所以接下来对外他要怎么样处理对中跟对美的关系？大使您怎么看？我想日本是没有条件啊，同时对中对美啊都采取强硬立场的。所以他一定是两个啊，他必须要选择一个是他的这个比较必须要怎么讲配合比较多的。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上来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也对他是这个严阵以待。不管将来未来在所谓的自卫队扮演的角色上面日本自卫队还有他这种参拜靖国神社还有一些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上。我觉得跟中国大陆会有很大的冲突存在，那所以在安全事务上，我觉得中国大陆跟高市早苗之间可以预见会有很多的摩擦，那在这个就是说，安全问题上有很多摩擦的那经贸议题上合作的机会合作的空间也会变小很多，所以我觉得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绝对会比现在的这个石破茂会糟很多不是一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对美国的话，即使他在安保的问题上他是强硬的，他也是日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日本国家这些独立主权的代表。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紧张过程，他对美国可能还会做出比较多的让步那当然在安全上面的话，他是要继续高歌猛进就是把日本再武装。日本的军队，尤其自卫队的海外的这个投射能力还有它的本身的这些所谓的军事预算还有它的这个装备的提升我想它会更进一步。可是呢，就是变成就是说，经贸的部分呢，它既然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它要往这个方面走，它在经贸上就没有办法对美国太硬。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的话。他跟美国关系是有比较多的妥协的地方，那么主要原因就是说，日本没有办法同时得罪2个世界强国。对，所以他真的是左右为难。所以讲到安保这个部分将军，您觉得就是说，当然日本还是必须拉回到他自己的自身利益来思考。可是呢，就刚刚提到夹在中美2强之间，确实很为难，所以。怎么看在高市未来成为首相以后，他主政以后日本怎么样站在自身利益去考量在地缘军事战略上面他们的立场？我认为在地缘战略上面，它会有3个考量，它会强化以美抗中的路线。那有3个指标。第一个，我认为它这高市早苗会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日本国防预算之后，它会向美国买更多的武器，这样也合乎美国的要求。第二件事情，它会跟域外的国家，包含加拿大、包含澳大利亚。包含印度，甚至包含英国、法国，还有包括菲律宾这些国家，他来邀请他们来参加联合演习，欢迎他们到日本这些第1岛链或者到第2岛链也演习，这个方面他会增加，我判断。第3个，我认为他会加强他日本自己的国防武器自主的研发，因为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军工企业也是蛮有。科技的水平在里面是。那我们现在拉回我们的台湾，我认为高市早苗他会对红色地带的测试。这红色怎么样做3个？第一个，扩大跟台湾的情报交流，以前本来就有，现在扩大。第二个呢，他会跟日本的自卫队呢，他有些军演习的呢，邀请台湾的观摩团来，你成立来5个8个来观摩，看我的日本自卫队怎么演习，他可能会这样做来做测试。那第3个，最后一个，我就认为他会每一年。日本都有台风，他的海上自卫队也好，海上保安厅也好，他会防台，他不是港内防台，他跑动机动出来，吹北边，他往。